醉过了，醒着呢，笑过了，哭着呢，太多的委屈对谁讲？一个人的凝望，两颗心的相撞。匆忙的走着，恍惚的忙着，只为有个栖息的地方。天空中有那3只小鸟，栖息在一棵大树上，飞上又飞下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蓝色的，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。叽叽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？多希望像鸟儿一样有自由的生活。尽管叽叽喳喳，惹得我耳根皮畅。什么不能说，什么又可说？生活就是一碗面，跟谁吃比味道更重要。天空中有那3只小鸟，栖息在一棵大树上，飞上又飞下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蓝色的，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。叽叽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？多希望像鸟儿一样有自由的生活。还有一只我看不清模样。叽叽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？多希望像鸟儿一样有自由的生活。陈女士，您的这些要求呢，我都会尽量满足，但现在有一个小问题。不用铺垫，有问题说问题，我们尽快解决问题。我非常着急要拿到这个版面。问题就是这个版面我不能给你，因为已经有人预定了。据我所知，你们这个版面还没有签售出去啊？是没有签售出去，但这个客户呢是在您之前预定的，而且广告文案已经都出来了，他昨天看了也很满意，表示可以不要折扣，全款付完，这就代表他已经订购这个版面了，所以麻烦您能不能换一些？我不要换版面，我只要这块。你刚才说他可以付全款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愿意在你们的价格基础上多加1%，你同意吗？如果你同意，我们马上就签合同。程女士，这不是加钱的问题，做生意嘛，总要有个先来后到。再说，如果因为您加钱，我就把别人预定的版面转让给你，那传出去对我们杂志的声誉也不好。您订购版面不就是为了推销您的产品吗？其实咱们杂志有很多版面都特别适合你，我可以再给你介绍。而且我可以保证一定做一个很好的广告文案给你，效果一定很可以。另外，我可以在杂志上做一些针对您产品的促销活动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苏小姐，如果你同意把这个版面给我，我们马上签约；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了。我会去找你的上级主管、经理，直到老板。我相信这个版面最终是我的。陈女士，其实预定这个版面的客户是戴戴的爸爸周医生。周医生啊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啊。要说这个事儿啊，得怪我女儿。怪我一时心急，什么都不顾。不，小黄，有些事儿我想咱们俩要沟通一下。我跟小苏呢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啊，我就是她的个客户，啊。小苏的弟弟啊，跟我女儿是朋友。你明白我要跟你说的意思了吧？周医生，这事儿您真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。其实我小姨那阵你也知道，要不是因为她的针尖搅和我跟苏姐根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小苏这孩子我看挺好，你们俩也挺合适，很多事儿解释一下就。我也想啊，可是他对我就是避而不见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，周医生，您不是苏姐的客户吗？您不是要跟她签约了吗？哎，要不这样行吗？您就借着签约帮我把她约出来见一面。这个不合适，你们孩子之间的事儿我不掺和。您就当是帮帮我还不行吗，周医生？你再说了，
要不是您的宝贝女儿让我去买钻戒当场求婚，我能大晚上跑这么一趟吗？要不是您去接他们，我能开车追您吗？我不开车追您，我能追伪装车吗？哦，您就想把这事儿推得干干净净，什么责任都不负啊？真是没想推责任。你说我这个宝贝闺女啊，早晚得让她给折腾死。哎，进来。周医生，哎，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我来看看周医生啊。哎，张嘴，让我看看。哇塞，你这牙补得太漂亮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周医生啊？不用客气。当然得谢了。可是我还没想好怎么谢呢。小姨早就替你想好啦。我买了3张今天晚上的舞剧票，哎，我们2个人呢一起请周医生看，就当你是好好谢谢周医生了。周医生啊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一块儿的。周医生，你总要给我们一个谢你的机会吧？再说我这票都买了，你就算给我们2个人个面子嘛。周医生，咱们仨一块儿去，您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。必须去，一块儿去。那行吧。小姨啊，今天配合的怎么样？要不然周医生肯定不能答应你。啊，行，祝你开心哈。挂了。您今天在家吃饭吗？他家吃。哎，好的。周医生，你喜欢舞蹈吗？舞蹈哈，舞蹈这东西好啊，美。哎，可是我想舞蹈演员一定很辛苦啊，打小就得练功啊。对，你说的一点也没错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就是舞蹈演员，为了这事儿我受了好多伤呢。哦，是吗？那后来怎么不跳了呀？我从小是我姐姐姐夫带大的，14岁的时候进的歌舞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还是我们团里重点培养的骨干呢。但是因为跳到20岁那年，我受了一次伤，所以以后就不能吃这碗饭了。哦，受伤了哈。那是跳不了了。哎，不过现在你当个影视演员也挺好啊。嗨，什么好不好的？我觉得这女人吧，不管事业做得有多成功，做得有多大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，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。是。哎，我就特羡慕我姐姐和我姐夫。啊，文小姐，你一定能找到一份适合你的感情。哈哈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找到适合我的感情了，它一直就在我的眼前。周医生，哎，对不起，电话。喂，哎，我是，哎，你是说现在就过去吗？哦，行了行了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文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今天临时有点事儿，不能陪你看演出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周医生，你先忙啊。再见啊。哎，再见，不好意思啊。帮我跟上前面那辆车啊！情况就是这样，
而且他已经找过我们主管了，对这个版面咬得特别死。对我而言呢，这个版面是你预定在先的，我不能不经过你的同意就把这个版面擅自给了其他人。反正合同我是给你带来了，如果你还想要这个版面，你现在就签字，明天呢我交到公司，这个事儿就算定了，他再找谁都没用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太蹊跷了，怎么居然是他呀？就是说呀，你要说其他人，我也不用那么为难了。小苏，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为了我们家里的事儿，把你正常的工作、生活都搅乱了。所以啊，周医生，今天呢你就赶紧做个决断，合同你签了，我呢尽快把广告给你登上，你前期也不用找我麻烦，我图个清静，你说是吧？这个，别这个那个了，今天这个事儿我还能全权做主，明天你前期要真拿着那加价1%的合同到我们公司，我可真就没办法了。笔在这儿，你看着办吧。周医生，你到底考虑好了没啊？我觉得这字儿我还是不签的好。不签？为什么呀？戴戴他妈妈既然肯跟加价，他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广告位。他需要，你就不需要了？我当然也需要了，可是周医生，我对于你跟你前妻的关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的说话。这个广告位是你预定在先的，他呢是后来者，按照正常的程序，我也应该为你保留这个广告位吧。再说了，他现在要用加价这种不良竞争手段来抢夺属于你的版面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。你不了解我的前妻，她这个人呢，很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。她要认定的一件事儿，她就必须得做到。那你对我这个人也不了解，我向来都是认真做事，好好做人，凡事要讲究一个先来后到。我凭什么因为他来争，我就把你给挤掉呀？哎，Honey，为什么公司上面少了一笔钱？我用的，因为我要给咱们的产品做广告，所以我就提了一笔钱。当广告？对呀，咱们的产品刚刚要上市，所以需要大力的广告宣传，我就找了一个，相对有知名度的一家杂志，然后抢到他们特别好的版面。相信我，只要咱们的广告一登，肯定大卖。Honey，当广告宣传产品，我当然不反对，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呢？Sorry， 是这样，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已经跟他们有预约，只是好在还没有签约。我是想把那个版面抢到，所以就着急花这笔钱疏通一下关系。疏通关系？你又去送礼了？嗨，贝贝，我跟你说过了，这在国内是需要甚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我真不喜欢你这样做。好啦，开车向前看。这个事情我决定。好了。行，周医生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今天你这协议要是不签，明天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可别说我当时没提醒你啊。不会的。行吧，反正呢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能帮的我还是会帮。可万一你前期再用别的什么手段，我怕这广告位是真的保不住了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恐怕正说明那个广告位就该是他的。行，周医生，我说句不该说的哈。你说。
您跟您这前妻风格差异也太大了，你们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呀？所以分了吗？也是哈。那行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那太好了，帮我省个打车费啊，谢谢啊。你还在工作呢？早点休息吧。你先去睡吧。我这个还有一个表格没打完呢，后天开会得用，我得抓紧把它打出来。后天的事情你明天再做吧。后天的事情明天做就来不及了，今天必须做。我们还在度蜜月呢。咱们都不年轻了，蜜月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打开市场，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专利是我自己的，我希望它有更好的前景。好啦，好了，快去睡吧。好的。Thank you。到了，谢谢你，周医生。别客气。那下回见。好，拜拜。晚安。怎么了，小苏？没什么。那我走了啊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那就拜托了，房主管。哎，不客气，程女士。既然您这么有诚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。等苏姐回来以后啊，我就让她按照您选的这个版面呢，出一套广告策划方案。到时候呢，有什么具体的问题，我跟她沟通嘛。你们沟通的过程我不关心，我只要结果。我希望我们的广告尽快在你们杂志上刊登。一定。啊，对了，我们那个洗发水的样品，你留着用吧。用不了1个月，你就会看到效果。哎呦，那谢谢您了，谢谢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广告尽快刊登，将来你的洗发水我全包了。哎呦，那这个广告也包在我身上。一言为定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送您，程女士。吓死我了你！干嘛呢？主管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我不在，下班了都不回来了。关佳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我工作呢。啊，那个什么，叫苏简到办公室来一趟啊。哦，那个他出去跑广告了，这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一时半会儿是多长时间？就是您今天都不用等他了。你哪那么多话呀？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叫他回来不就完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那个关机了，没电了。不是这么巧吗？我刚刚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，哎，那个什么，你得回来领工资啊。他都说领不了。哼，他手机都没电了，完了还能跟你说领不了工资的事儿？就是我打完电话以后，他就没电了。行了，就是我，行，我给他打。不，就我说完这句话，他没。我知道，行了。
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昨天晚上是吧？周医生应该跟我去看演出的，结果他一个电话就把他给勾走了。当然了，我是相信周医生的为人的，他肯定不会和苏简有什么关系。关键是你，小姨就是为了让你看清楚这苏简的本来面目。小姨啊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这个周医生是苏简的客户，他们俩可能去谈事儿了。谈事儿不能白天在公司里正大光明的谈呀，哦，非要晚上单独约出去在餐厅里谈啊。我跟你说，凯迪，苏简肯定是看上周医生一表人才，她动了歪心眼儿了。这种女孩我见多了，本身没什么大本事，又想留在大城市，所以就把全部的希望啊都寄托在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身上。小姨，你那么说过了啊？苏简她不是那种人。她怎么不是那种人呀？她当初找你，现在又想找周医生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那要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我的条件比周医生好，那苏简为什么还跟我分手呢？啊？让我逮着了吧？行啊，敢和何家合起伙来骗我，还他妈出去拉广告去了？来，这底下能拉着广告吗？你以为你躲就是办法呀？你躲得过初一，你躲得过15吗？主管，我没想躲，你没想躲，你趴这底下干嘛呢？我就觉得吧，你为了那个1%，把别的客人已经预定的版面转让给他，这就是不对的。不是小邹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呀？哎，你看啊，咱们的工作呀，就是给客户刊登广告，谁给的钱多，咱们就多为谁着想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呀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可是我们也得尊重客户呀，怎么能这么见钱眼开呢？啊，就为了那么一点利益，就把别人已经预定的版面给转让了，这不是违反职业道德和良心吗？你别上纲上线啊，别上来用这么重的词儿砸人。什么良心道德？你这分明就是想说公司这么做缺德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你说的，你要那么想，我也不反对。哎，我说你，小苏啊，你这个姑娘思想还是没有高度啊。你看咱们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员工等着吃饭呢，啊，你就为了你所谓的什么良心道德，你把咱公司的业绩给耽误了，那算不算也是一种，是不是？这是一回事吗？哎，我手上那个客户他也准备签约，人家说了，在原基础价格上不用折扣，只要我把这单一签，公司一样有收益。可问就少了那多加的1%啊！但是你看，我没有影响大家吃饭吧？我没有给公司造成亏欠啊，而且还保住了公司的口碑和信誉。这么一算，还一举3得了呢。当鬓角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候，看自己还似年少时的轻狂。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，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。当疲惫侵蚀内心的时候，唯有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。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，拥抱着迎接另一个严冬。下次来的时候呢，提前打个电话预约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啊，周医生。哎，小华，怎么给你做的新牙不舒服啊？不是，您给我做这牙挺好的，我来找您是有别的事儿。别的事儿啊？
呦呦，来，啊，我喝不了多少啊。小花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最近被我小姨跟苏姐的事儿弄得我头昏脑胀。我也没地儿诉苦去。您呢，又刚好认识他们俩，这不，来找您说说话。哎呀，我觉着他们俩应该产生了很多误会，是吧？你跟小苏闹成这样，真不应该。周医生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来，这戴戴的前妈跟他爸可真不是一个风格的。可不是嘛，这周医生那么宽厚亲和，可这个程总啊，真的是又刁钻又刻薄，他们俩根本就不搭调。要不这俩人怎么能分手呢？哎，他们分手不分手不是我该关心的事儿，可要是这个程总真的把周医生的广告位给抢了，我心里还真不好受，总感觉像我做错的事儿似的。我觉得你现在自责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戴戴要是知道了你把他爸的广告位给弄丢了，而且还是丢给他前妈了，那别说是你了，姐，连我都好受不了。所以啊，为了防止这种不可挽回的后果，你姐我啊正千方百计的力保住周医生的广告位呢，就怕我这瘦弱的小细胳膊拗不过我们公司和程总这两条大粗腿啊。我看这事儿啊，光靠你一个人是肯定不行。不靠我一个人还能靠谁啊？你可以找戴戴呀。戴戴，你想你现在是在他爸和他前妈之间抉择两难，所以这道题不管你是选 A 也好，还是选 B 也好，它都关系着戴戴。所以你不如拉着戴戴一起和你做这道题，这样不管结果如何，戴戴也不会把这件事怪在你的头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那这样，明天呢，我再找周医生努力努力。要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，我就拉着戴戴一起上阵。就这么着了。周医生啊，我这小姨就比我大6岁。那从小呢又是被我爸妈带大的，所以其实说她是我小姨，还不如说她是我姐姐。是，而且我爸妈呢也都挺宠她的。你小姨呀，就是盼着你找一个合适的女朋友，但是她为什么这么排斥小苏呢？我小姨这个人其实她特别善良，而且也不是势利，就是她以前她摔跤摔得太狠了。她以前玩摔跤的？跳舞。哦，我小姨以前在舞团跳舞的时候，谈过一个外地来的同学。这个同学呢，他家庭条件挺差的，我小姨就经常从经济上就接济他，有的时候就把生活费都搭进去。可是后来呢，她发现这男的根本就是在骗她，跟他在一起也不是因为喜欢他，就是看上了我们家的经济条件。我小姨特别失望，就提出了分手。可那男的居然让我小姨给他一笔钱，不然就在团里把他弄臭，让我小姨没法做人。我小姨没办法呀，就把钱给他了。本来我小姨跟这男的是挑一个舞剧的男女主角，正好赶上演出那天分手，我小姨心里受了影响，在舞台上摔伤了。那之后就再也没跳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所以他老觉着好像谁跟你交朋友就图你们家钱，是吧？他对苏姐啊，一直都是这种天然的敌意，其实都是他心里有阴影。明白。那这么多年了，他这个阴影就消除不了？周医生，您想啊，我小姨她现在干的是演员，您知道这行太复杂了，她天天得面对各种的人际关系。其实有很多人都惦记着通过小姨让我们家投资，更有很多人想骗她。她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里，她心里能健康吗？是。所以她说，结婚绝对不抓权。这不，看着您了吗？太小话啊！周医生，哎，其实我特别希望您跟我小姨成为我的患者，明白？周医生，您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哦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给他办张这个治疗卡，打个折，是不是？周医生，您真会打太极。我不会打太极，我只会看牙。来，周医生，其实我小姨啊，她真的挺好的。你小姨肯定是个好人呐，你给我介绍了这么多的患者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不是周医生，我小姨，我明白你的意思啊。来，小花，不是我干了啊。爸，你想不想吐啊？我挺好，就这样。我对你今天的表现大为失望。这样。你简直是失去了一个合格父亲的光辉形象。你说你喝得跟一头被麻醉的大象一样回家，你还跟那个黄凯迪喝酒，你知不知道他什么人呀？他是你现在的预备役，将来的情敌，你绝对不可以跟他建立友善关系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好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又带着我这么一不着调的闺女，这现在这跟你这年龄相当、条件合适、为人靠谱女青年已经不多了。咱好不容易锁定苏简这么一个目标，你得积极进取，知难而上啊！你听懂了没有？听懂，都懂。那好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起，不，从现在起。你跟那黄凯迪还有那文雅断绝一切来往，咱全心全意地向苏简发起进攻，听懂了没有？不是进攻啊，不是？对，我还向文雅发起进攻。不是文雅，是苏简，是苏简。对，文雅嘛，不是。进攻。看来为了你和我的幸福生活，姐我必须亲自出手。进攻。小苏啊，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你今天立刻就去给我办这件事儿，不要再拖了。主管，我觉得公司这样做真的不对。你看，我们私自反悔了跟周医生的口头约定，把版面转让给了程女士，这传出去，业内人士跟客户该怎么看我们呀？你看啊，小苏，这个事呢，不是我的主观意见啊，是咱们公司曹总的安排，你跟他说去。啊，这个我可不负责任啊！行了，赶快跟客户沟通去吧，最好能让他主动退出，这样既能保全咱们公司的形象，又能够达到咱们的目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任务你必须完成啊！公司这算盘打的是真够精的啊！恶人都是我一个人当，实惠全公司得。谈得好吧，公司多得了1%；沟通的不好，肯定说这小职员他懂什么呀？这协议不能算数。哼！反正公司事宜推625，全扣我一个人脑袋上了，是吧？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你怎么那么多话呢？怎么每次都是跟公司谈条件、讲价钱呢？我哪有？我这平时开会的时候，每天都跟你们怎么说的？不断的说，反复的讲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员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公司不漏洞，替公司担风险，帮公司谋福利，给公司做贡献。关键时刻还要被公司牺牲，对吧？这不都是工作需要吗？啊，小松，你看，咱们这个公司就好比是军营，工作就是战斗，项目就是领土。咱们呢，必须把自己锻造成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。咱们要对得住军营，经得起战斗，夺得下领土，做得住牺牲。你说是不是？你没事吧，主管？没事。主管，我来公司是来上班的，但每次被你一形容吧，总感觉尸横遍野，像来上坟似的。你有没有觉得？快去！这个，快去！你真的没事啊？我去。周医生，我们公司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看来我这个小鬼是搬不倒阎罗殿了。
不管我再怎么坚持，他们都会把你预定的广告位给你前妻了。那你就别太为难了。我这2天要好好的想了一下，如果我的前妻一定要得到那个广告位的话，还不如我选择退出呢。退出？啊！我找你说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让你退出啊。是我家在我们公司跟你前妻之间是有点不好办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向我们公司来追究赔偿的。你都向公司付了定金的，现在是他们违约，你可以向他们追究赔偿责任的。不，当然我明白你都是怕我吃亏哈。你看，为了这个案子，你夹在中间够难受的。你跟你们领导还发生了那么多分歧，加上我的前妻，她给你那么多压力。如果我再跟你们公司要追究责任，然后要赔偿的话，我想到头来还是给你添麻烦。哎呀，我不怕麻烦，为了一点麻烦我就弃明投暗，这不是我的为人。现在明明是我们公司不讲信用，见利忘义，你为什么要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呢？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可现在问题不光是涉及到你们公司，关键是我的前妻，她这个人我太了解，她如果看上这个广告位，她会不择手段的，一定要得到它。所以我想，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吧。你这明明是在纵容他们搞恶性竞争。你为了一个版面，大家搞得面红耳赤的，我觉得不好。现在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明朗了，只要我退出，那么就一顺百顺了，大家就都相安无事了。嘿，你还真够大度的，可惜啊，糟蹋了您那么崇高的境界。这话怎么说？你想啊，你现在毫不坚持就主动退出，公司肯定认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合作，那以后你要想再合作可就难了。还有你那个前妻，她肯定会以胜利者的姿态，认为是她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个广告位的，跟你的谦让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再加上这一次她施压成功了，肯定不会把我们公司放在眼里，以后我们就等着受她的挤，对吧？至于我呢，就因为你的宽宏大量，我之前所有的付出和我应得的报酬全部一笔勾销，未来我还要面对你前妻那么难搞一客户，哼，就因为你的好心害了多少人。让你这么一说，我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吗？尤其我觉得对不住你。那这样行不行？下了班我请你一块吃个饭，你给个机会呗。算了吧，我还有约呢。我前妈她就是那种人，从来都只管把自己的人生目标扩张到最大化，根本不惦记别人是死是活。当初她就是为了城市户口跟我爸结的婚，后来狠心抛夫弃女，独自一人跑到大洋彼岸修炼身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以为他们2个人相安无事，两不相欠了。现在可好，弄一夫妻不成买卖在，2人选的还是同一颗菜，我就纳了闷了。我爸当初是哪根筋搭错能看上我妈？哎，我说小屁孩，你现在说的可是你亲妈，虽然她没有养你的功劳，但怎么着也有生你的苦劳啊。虽然她现在做的事情是有点过分，但你爸都没说什么，你这嘴上就不能留点口德啊？哎，姐我没妈，要有也就是你这后妈。不许叫我后妈！我警告你啊，你要再这么没大没小的，我可真生气了。那就是你不讲理。我跟苏达是闺蜜，按理来说我应该管你叫姐，但我现在管你叫后妈呀，明明是给你长了一辈，你凭什么生我气啊？行，小屁孩，你要真这么着，我不管你了，我回去马上就把那广告约签给你前妈。别，这事儿不行啊！哎，你说不行管什么用啊？现在是你爸嚷嚷着要退出，说这2天就去办退定金的事儿。凭什么呀？这广告位是我爸先看上，凭什么给他呀？你们这个方案也做了，内容也定了，现在就差签字这条手续了。怎么我前妈冷不丁一来就得给他呀？有没有先来后到啊？这广告位绝不能让。我也那么说，可你爸非得让给你妈。让给他？哎呦，这话怎么说的？我爸的东西他想要就拿走啊，这不强取豪夺吗？我们绝不能丧权辱国。后妈，你赶紧跟我前妈说，这事儿不行。凯迪哥，气坏的女人伤不起啊！我看我姐这回真的是不打算回头是岸跟你重归于好。苏达，你姐这人哪都好，就是脾气太大。我姐脾气大是大了点，可是她讲理啊。不是要我说，你那小姨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哎，我也奇怪了，你说怎么每次你跟我姐吵架的时候，她都得在桌上搅和一下？是啊，我小姨这人呢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有了她再好的事儿，也得鸡飞狗跳，蛤蟆叫。凯丽哥，我姐现在不理你了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后悔、特伤心、特绝望、特郁闷、特悲催，觉得这生活都特别不给力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不也才刚失恋吗？你我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所以说苏达，你不帮我谁帮我啊？又来了，不是你还想让我到我姐面前替你说好话？当然得说了，不仅要说好话，还要不遗余力的说，充分夸张的说，勇往直前的说，不惜一切的往死的说。那你知道这得费有多少唾沫，浪费有多少脑细胞，占有多少功夫？这个好说，来，坐。苏达，在你为我跟你姐美颜的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，都由我来承担，你看行吗？可以考虑。不过你要是真想让我姐回心转意，你不能光靠我在我姐面前喷你好话，你自己也得有所作为。当然知道了，但是我现在做什么你姐都不理我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找也不见，你说我还能怎么办？当鬓角露出几根白发的时候，看自己还似年少时的轻狂。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，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。当疲惫侵蚀内心的时候，为让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。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，拥抱着迎接另一个严冬。当青春的弧线变成沧桑的脸，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。我站成一棵树，为你遮挡风雨，直到枯枝模糊了我的视线。青春的弧线变成沧桑的脸，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。我站成一棵树，为你遮挡风雨，直到枯枝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，